趁着婆婆不在家，来偷偷的给她收拾屋家大扫除。老太太还以为收拾屋就是扔扔垃圾擦擦灰呢，谁知道都快把她房子扔成毛坯房了。这2堆都是从这一个卧室里扔出去的。原来这个卧室是下不去脚，看不到床在哪，现在已经是空空荡荡的了。其实为了老太太回来能好接受一点，有些不应该留的东西也留下来了，就比如说那一排红酒，要不然的话昨天就跟这一堆酒一起扔出去了，就是为了给老太太做个样子，证明家里的酒还留着。粉丝姐说这些酒差不多得有15年以上了，他们都喝不惯那个味道。这一堆首饰粉丝姐挑过了，这些都是不要的，这一堆都是挑出来要留下来的。粉丝姐说其实这些首饰都不值钱，都是在拼夕夕上买的，10块20块的，是阿姨的一小部分，另一个家里面还有好多呢。这一堆是粉丝姐挑出来给我，让我带回去给我妈或者是我婆婆的。我想了半天他们也带不上，还是给阿姨留下来吧，这毕竟是她喜欢的东西。这些摆件都是昨天挑出来要留的，顺便就给她放到柜子里。粉丝姐说这个屋阿姨都好几年没有进来过，最多也就是到门口拿件衣服啥的，所以说这个屋里面到底有啥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了。留下来这些东西呢，完全可以打包，过一段时间搬家的时候直接搬走。为啥要给她摆出来呢？来收拾的第2天，邻居阿姨不是就已经给她通风报信儿，说她儿媳妇来给她收拾屋吗？等过几天她腰稍好一点能走道的话，她肯定要回来看这个房子收拾成啥样的。所以说把留下来的东西能摆的都给她摆起来。她回来一看还有这么多东西，可能就以为扔着的都是一些垃圾，到时候还能好糊弄一点。其实阿姨知道家里已经被收拾了，但是她肯定不会想到收拾的这么彻底。这些天粉丝姐跟她老公也一再的给她灌输家里那些破烂早就该扔了。我估计她多少也有点数，她肯定知道她儿媳妇是啥性格。早上一来先把昨天收拾出来的东西拉走了，想擦这个灯来，发现这个灯是坏的。家里好多灯都是坏的，但是我不会整。后来给大侄女连了个线，跟她学了一下，买了一个这种磁吸盘，才知道换灯这么简单，就是把这2根线给它插到这个孔里边，前面有个小揪揪，按着把线插进去，然后再松开，线就夹住了，一边一根随便插就行，然后另外一头就把原来灯上的线给它插上就行。就是操作之前一定要把电线给它关了，这个都是原来的老式灯了，还是带整流器的呢。我给它拆下来，把这个线丝给它扭一扭，扭得紧一点，原来的铁圈也用不上了，都给它拆了。这个是磁吸的，往上一放它就吸住了，再像刚才那样把灯上的2根线给它插上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原来以为可难了，都不敢动。我这跟大侄女又学会了一项技能。大侄女在家啥都干，她奶奶家还有她家的灯插座啥的坏了，全都是她换，整得明明白白的。今天我不是把这个地方磨补墙膏了吗？需要打磨一下。整完以后是不掉墙皮了，但是颜色不一样，再刷一遍乳胶漆就好了。但是我就怕刷这一个地方就得把整面墙全刷了，要不然它也衔接不上。所以我后来想那个地方挂一个书板的话也行，等最后的时候再说吧。那个地方它最起码是比掉墙皮要好多了。开始收拾卫生了。本来大侄女说的是等到月末工厂停工的时候她过来找我，但是刚才连线的时候她好像是又说没戏了。好多人都想让大侄女跟着我一起干活，我也那么想，跟她在一起可有意思了。但是她还上班呢，而且她上班的那个厂子是她妈家那边的亲戚开的，当初开那个厂子呢，有一半也是因为她。还有就是家里的孩子太小了，也不能总像我这样是一出来这么长时间。其实我也想身边有一个人一起干活，2个人干有个伴儿，而且也能轻松一点。但是不管是我娘家是我婆婆家，我都想遍了，没有合适的人选。也就是弟媳妇退休了，有时间，然后她也不能像我这样一直干，她毕竟岁数在那儿呢，而且她身体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比较柔弱的，就是一个小女人，她能跟着我干这么长时间已经挺厉害了，是我没想到的，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干了。我倒不觉得累，我就怕房主感觉我一个人干活干得慢。其实我一个人干和2个人干时间差不多少，最多也就是差个1天2天的吧，我感觉，因为也干了好几家了，心里也有数。可能2个人干呢，肯定会轻松一点，回去的能早一点。但是这个视频一个屋该更几天还是更几天，墙上脏的可以用这个除尘纸扫一扫，就像我刚才那样，除尘纸放下面，然后上面再铺一个抹布，用那个平板拖布给它夹住，在墙上来回的扫就行。要是不放抹布直接放除尘纸的话，它有点薄，不怎么吸附。好多人问我那个夹布拖把是哪一个，橱窗里好像现在就有一个，就是妙洁那个绿色的，
就是它自身带的那个抹布不怎么好用，你一定要再另外拍一个拖地抹布，好像是李佳琦的吧，橱窗里也有。等我在视频的最后边把他们的照片都放出来，到时候你们照着去找吧。这个空调洞太大了，我给他买了几个堵空调洞的给它塞上了。总感觉这次买的不怎么好，硬的，之前买的好像是都可软和了，反正是给它塞住不透风得了。之前不是带着弟媳妇干了几家吗？然后这2单弟媳妇没过来，然后好多人又开始传谣言了，说我把我弟媳妇给撇了，说一家人一点都不知道包容。还有人上别人的视频下边留言，说我是不愿意加人，就愿意一个人雇佣，也不知道是咋想的。这哪是我不愿意加人呢，是真没有人家里。我感觉也不能上外边随便找个人就进家里来干活。这毕竟是在别人家收拾屋，还有就是家里这么多东西，真要是少个啥，到时候说不明白，还不如我自己慢慢干呢。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个活有多累，和我以前干的工作比已经是幸福很多了。真要是上外边找人的话，房主姐姐自己不就找了吗？粉丝姐姐们那么信任把家交给我，然后我再找别人来，有点不太合适。而且我也喜欢一个人干活，就是我在家收拾卫生的时候也是，我都等到晚上他们都睡觉了然后再干，身边有个人干活就可不得劲了。原来我婆婆来给我看孩子的时候，不是在一起住了1年多吗？家里人多，我都是早上4点送报纸，3点多钟我就起来拖地啥的。所以说如果家里人没有合适的跟我一起干的话，我就自己干。床一抬起来，底下这个灰老厚了，像这样式的可以喷点油污净，然后再拖的时候它就不扬灰了。你喷点洗洁精水也行，我这就是图省事儿。再一个就是杀一点蟑螂卵啥的，这个屋的蟑螂还真不多，跟外边大厅比起来少太多了。兴崩的看见了几个，跟粉丝姐姐商量了一下，把这个床换了一个方向。原来一进门口横在那感觉可窄巴了，就是这么转过来，这个抽屉用不了了。反正它原来也没放啥东西，就放了几个破袋子，就当没有这2个抽屉吧。这样最起码一进门这个空间大了。这个床垫子年头是不是也不短了？这个膜还一直没撕呢。我感觉阿姨好像好多膜她都不爱撕，前2天收拾那个空调的膜也没撕。床垫上这个膜不撕，她睡得也不透气啊。想把这个床头柜挪到这个地方吧，一下没绷住，床腿给整断了。还不是端了1个，端了2个，直接给他们拆了吧。这要是端1个的话，靠墙根还能放一放。其实他可以买4个腿安上，他还用不用安？留下来的大插盘给他擦干净，放到这个桌子上。2个插盘还有茶壶都给阿姨留着呢，这都是他宝贝的东西。这个是原木的，就没有喷东西，一喷的话它就吃到里面去了，拿湿抹布直接擦一遍就行。开始擦窗户，先把槽里这些土用刷子给它刷的松动一点，里边这个小槽里面有一半这个土都已经是硬硬的粘在上边了，用这个刷子刷都刷不出来。感觉这个窗户得有好多年没刷过了，我怀疑阿姨都已经好几年没开过窗户了，因为我开另一半的时候使了老大力气才给它拽开了，用吸尘器给它吸了吸。这个吸尘器是可以吹的哈，前面有个小姐妹问我来着，它是可以吸也可以吹的，就是我用的勤，感觉那个电量不怎么抗用，就是在家用的话应该足够了。但是他家售后挺好的，要是感觉有什么质量不好的话，你可以去联系售后。擦玻璃之前先把这个窗框都给它擦出来。要是窗框特别脏的，你就用这个油污净就行，别在橱窗里哈，可省事了。喷上以后它那些脏东西就软化了。要是那种窗框黑黑的，一喷完油污净以后，肉眼可见的你就看见那些黑水都滑下来了。但是好多窗框的材质不一样，你喷之前一定先找一个闭脚的地方先试一试，别喷花了啊！我要是看到谁留言说把家里啥啥喷花了，我可难受了。所以就是还是多嘱咐一点吧。一般的像带漆的那种金属啥的，或者是铝的，我就建议不要喷了。还有那种好多年以前刷漆的柜子呀啥的，那种漆一般的附着力都不是很强，一喷那些漆我估计就该掉下来了。就是一定要先试一试，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先少喷点。我的擦玻璃呢又跑到暖气片这来了，这干活有的时候就没有先后顺序了，还得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么有顺序的，省得2次收拾。好在是擦窗户不会把这个暖气片弄脏了。这2天我用这个擦玻璃器把这个窗户关上好多了，
好多人说让我买那个擦窗户的机器人儿，这个窗户透气了，擦完跟没擦一样，看着真难受。我看好多人说机器人擦的还慢，然后小窗户还擦不了。我这收拾卫生大部分都是小窗户，没有特别大的，所以我还是先使这个擦玻璃器吧。这个也刚买回来没多长时间，也不能直接淘汰呀。而且就算是买机器人回来，这些窗框也是还得自己擦，也快不了多少。就是这个窗户哈，几乎都是透气了，4块玻璃可能就这1块是没有透气，擦完还能透亮一点。那3块擦完以后全都是雾蒙蒙的。这要是没有视频为证，好像还没擦呢，就是那种感觉。这玻璃太脏了，我给它擦了2遍，几乎每块我都是擦了2遍，就是我剪了1遍进来，要不然视频也太长了。还有像用油精擦过的地方，一定再用干净的抹布给它擦2遍，要不然它还是有残留。看这个窗户擦了是不是跟没擦一样？太阳不照还能好一点，太阳一照显得格外脏。原来床头不是在那边吧，有个黑印儿，所以我就想拿这个纳米海绵擦给它擦一下。但是我发现这个纳米海绵擦有的时候它是越擦越黑，特别是那个黑印大的时候，所以最后我还是换了这个小白膏。小白膏擦完以后，一定要再用湿抹布或者是干净的抹布给它擦一遍，把那些膏体给它擦掉，要不然你还是看着脏乎乎的。这个插座旁边这些黑的用小白膏一蹭就掉了。它好像还能擦柜门，那种稍微深色的大理石都好用，但是我没有试过。你们要是有买的用过的可以反馈一下。这2天有活动，一瓶好像是便宜10块钱，15天之内如果在我这买过的可以去找客服退差价，如果客服不给你退的话，你到时候来找我哈。这个卧室就收拾完了，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吧。视频里用的那些油精、抹布、小白膏、拖布啥的，就照这个图片上橱窗里去找就行。明天开始收拾这个杂乱无章的卫生间了。